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Toyota，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款来自酋长大陆 3 Minutes Program 系列里面的最新品风狼。这款风狼呢，我个人觉得拼装下来的手感以及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会比之前的艺人要稍微长一丢丢，但是呢，它整体的是因为它本身自己的这个零件数的提升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从左手边然后一直到右手边就是我手上现在摆出来的一些3分钟计划或者说3分钟项目里面的这些产品比如说第一款的这个尖盾小型的载人机甲，然后这边的翼人强攻翼人，还有另外一侧的这个风标算是太空作战型的小机甲。那中间的这一次的主角风狼呢，它的身高是来到了接近10.5公分，算上天线接近11公分的样子。翼人的身高呢大概是9公分左右，然后这边的2台小机甲呢大概是7公分左右，反正给大家做一个身高上的参考。零件数变多了，然后定价方面呢其实也没有变贵很多，它整体来说还是一盒，然后给到2套完整的支架、武器系统还有人形的这样一个配置，个人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次的纸制品，纸制品部分盒子我们就不看了，里面是一张背面海报，然后另外一侧则是拼装说明书。乍一看呢，我觉得拼装的步骤大概是常规的一台 HG 1:144高达的差不多2/3的拼装量的水平，因为很多部分是球形关节，所以说它简化了一定程度拼装。但是呢，大家在剪板件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大部分已经可以做到手撕了，除了和强攻翼人通用的这个就是新材料的关节件之外，包括还通用了一些手型之外，其他的零部件都是新规零件。颜色分色呢在这一次的新规里面其实整体做的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有一定程度的镂空和层次设计。今天在镜头面前给大家展示的一款就是一只的，我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眼睛部分的分色涂装。那这个分色涂装呢也是根据这个官图反正他给的一些建议来去做了这个涂装。这边有一些类似于镂空的这个结构，但很可惜它本身是没有带任何涂装的，就是这样一个灰蒙蒙的颜色。但是呢，本体上它其实是做了这样一个灰色和绿色的这个颜色的区分，两种颜色放在一起，这种颜色呢就不会犯错嘛，就反正是那种军事型的这个军绿色。打底色呢是这种枪铁黑，就是深灰色的这样一个颜色，整体的观感呢是非常干练的。我这边我比较喜欢把这个高耸的这个肩甲放下来，因为耸起来之后呢会显得整体的机甲手稍微跟腿比起来手偏短，然后同时有点耸肩，包括这个肩部呢又显得更窄一些，所以我个人更喜欢通过这个下拉的或者说这个肩膀的平台2段式平台关节往下压一点，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类似于有一种展背的感觉，然后把它这个肩膀拉下来，通过这个肩甲，然后中间的连轴既展现出了一点机械骨架的美感，同时呢又把它这个肩膀向左右两侧拉宽了一些，我觉得这样视觉效果会更好一些，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把这块素体部分在镜头面前360的旋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身材比例。我所展示的是我喜欢的这样一个摆法，然后身上呢有一些部分呢，我用了这个荧光红或者说金属红去做了一定程度的点缀，整体的观感就是这样，还不错，非常干练。但是呢，这一次出现了一个问题，它可能是调节了它这中间2段关节球形的这种摩擦系数，可以看到呢，它不再是那么一体性那么强了。或者说你摇腿部上胸不会动，但如果说你只捏住上胸的话，它腰部是会晃动的。在把玩的过程中不会显得太松垮，但是手感上要比强攻翼人的这个一体性要降低了一个层次，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可动性方面我们看一下，边看细节边看吧。它的头雕非常接近于之前的风标和尖盾的这个融合版，
既有尖钝的这种棱角，又有风标的往前面伸的这样一个尖角的感觉。护目镜的部分或者说监视器的部分呢，它做了一个棱角的分件一样的这个感觉。它的这边的参考的这个涂装呢是前面涂红，然后两侧的小窗里面再涂红，我就是完全按照里面去进行涂装的。然后身上红色点缀部分则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然后全部有一些凹坑的地方用了红色去进行点缀。抬头幅度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这个部分，这一点设计呢跟强攻艺人很像，而且非常灵活。这边该刻画的液压感也做出来了，左右晃、前后摇晃这种鹅形的这个动作都是可以做的，非常灵活。刚才肩部呢稍微展示了一下，它可以一段平台是在外面，然后完全平台上去也没有问题。二段平台是通过这个球形关节。然后同时呢，它还具备往前伸的旋转，所以说你让它做这种抱胸动作，或者说做一些非常山口系的这个动作，比如说两手环绕胸，对吧？抽刀、抽匕首去做这种近战的动作，甚至抱胸冲撞的这个动作都是可以做出来的，没有任何问题。同时呢，身上开的这些孔洞都是可以集成它的这些武器系统的，就可以进行一个武器的全搭载。甚至呢，你想形成4臂模式也没有任何问题。比如说它这个中间的关节轴，你可以抽下来，然后呢直接安装在自己的肩部或者说背部的这个孔洞里都是 OK 的。甚至还可以用一些之前强攻艺人的拓展零件，把这个手臂装的像这种重型的这个机甲也都是可以。腰部的部分呢，它是分了这个上下2段球形关节，所以也很灵活。挺胸的幅度呢，基本上断腰的程度。然后往前倾的话呢，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它的这个髋关节啊，或者说裆部的这个部分，它在侧面看起来有点做的太过于厚实了。虽然说你稍微借个位啊，看起来呢也是比较干练，或者说有点像那种机动警察的感觉。但是呢，一旦完全侧过来的话，你就会觉得它中间是一个很细的、很纤细的这个东西，然后到这下面，它完全成了一个侧面漏斗型身材，或者说它仿佛把一个照相机或者说摄影机老式的摄影机插在了自己的这个裆部，感觉很奇怪。同时呢，它为了增加可玩性，这边拓展了2个插槽。那这2个插槽呢，如果说装机械臂啊，或者说武装的话呢，也会感觉比较诡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设计呢是有些冗余，应该把这个地方剪薄到就是一定的程度，会更加好看一些。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髋关节这个部分呢，很常规的2个球形关节，它这一点呢跟这边的强攻艺人设计是比较接近的，逻辑上比较接近啊，但是它用了更多的这个分件，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活动度会显得更好。甚至呢，你想把它做成那种比如说装甲核心里面的4足型的这个机甲，它其实也可以做。你比如说你把这边凹成一个猪形腿的这个造型，蜘蛛腿的造型，然后呢通过这个屁股的孔洞，你再连上一个这样的髋关节的单元，它不就成了一个4足型的这个机甲？甚至呢，你这一台把这2只完全融合成一只去进行把玩分享，去进行把玩和拼装的话，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腿部屈膝幅度呢，它虽然是一个单关节的设计啊，但是它其实整个可动幅度呢，就是因为毕竟是个机械骨架嘛，不受任何限制，它可以直接小腿贴大腿，然后脚部的这个接地贴平前后左右，完全不受限制，整体的观感是非常 OK 的。做出那种升龙拳或者说格斗的姿势，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一款呢还是非常吃造型和配色的，就看大家选择什么样的配色了。目前已公布的配色还是有非常多种的，不亚于这个强攻艺人无限出的这个配色。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强攻艺人你组成团队，然后涂成不同的这个肩甲，它看起来就是有一种机械与人偶之间的这种怪异感。我很有这种收集很多的这个冲动。但是像这种风狼这种机甲呢，我觉得就一般般。整体的这个观感，它的创新度还是受限于题材。我觉得就是创新度啊，或者说新鲜感，并没有那么强。但是
就是有一说一啊，就是在他们自家产品线上，我觉得这款风狼呢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关节设计，毕竟零件数提升了嘛，但是组合度包括呢，它有一部分采取了类似于非常接近于隐藏水口的这个设计，甚至有些板件你可以去不太讲究这个水口的处理的话，完全可以直接手撕，而且整体的效果也不错。这一点呢是我对这款玩具觉得非常在拼装过程中感觉非常不错的一个点。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武器系统，这个武器系统呢可以简单的实现全部搭载，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搭载方式，因为肩部的话呢，它还提供了这个凸起的这个直装，这个直装呢它是可以通过拆开这个零件，然后把这个装插进去，所以非常的牢固。你要通过这个直装去搭载其他的强攻艺人的这个装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你看，如果说这款玩具不做颜色分色的点缀的话，还是会显得非常的单调的。不像强攻艺人，强攻艺人因为分色足够简单，你不用像我这个样子，就是去做这么多的涂装，你单独直接把它这个眼睛来个画龙点睛，我觉得基本上常规的配色就很能出效果了，不需要任何就是过多的技巧的点缀。你比如说像这款蓝色的，那我这边我基本上就随便瞎涂了一下，对吧？塑料原色啊也都很好看。但是这款不一样，这款呢因为身上的细节比较丰富，如果你想把它呈现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或者说接近于成品玩具的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该有的涂装还是要去有的。本身的分色做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嵌套，绿色和深灰色，它通过模具还有这个模型的嵌套拼装设计，把这个层次感给体现出来，但是依旧不够。尤其是中港大陆目前它没有对于这个监视器的部分，这种对于机甲或者说机设甚至人物的这个眼部灵魂性的这个表达，它是没有去做出任何这个涂装或者分色的。那这一点呢，我觉得从品牌方来说的话，一个是省成本，第二个是给玩家更多的这个自定义的 DIY 空间。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说回到这一款玩具本身啊，其实分色的部分呢，2种颜色已经是把层次感做出来了。但是或多或少，因为武器细节这么丰富嘛，毕竟这样看起来还是显得单调了一些。武装部分呢，有一把这种类似于 AK 的冲锋枪，然后还有2把这种科技感比较足的这种近战的小的步枪，然后另外一边手枪一把，小冲锋枪一把，然后小匕首一把，然后弹夹呀这些东西可以憋在自己的这个大腿部分的孔洞里面，可以形成这种全副武装的状态。当然呢，也可以把它这2者就是一套里面2款进行完全的合体。这个合体视频呢，后续呢，我在做其他的这个3.75寸，不是3.75寸，就是他们家酋长大陆3分钟计划的时候呢，可能会去做一个横向对比或者展出，届时大家就多多期待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拖延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